以前和我在一起，怎么没这么听你说过？那是因为你不知道。真的吗？男朋友吃醋了？你下车，改天找你。下车啊！都看到什么了？跟受多大委屈似的。你为什么不接电话？我刚刚在开会。在车上开会啊？微笑，我平时对你使性子、耍脾气，但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你。我也请你不要怀疑我。我可以不跟你计较，但请你好自为之。肖老师就这样，但人特别靠谱。他戏路子又宽，比较适合你们这样刚开始拍戏的甲方。万一不行的话，我再给你找其他编剧。谢谢你。怎么听起来那么客气，怪别扭的。对了，那天你男朋友没生气吧？啊，他没事儿。其实男人就这样。我已经警告过你。喂，你听我说。你放手！我知道，跟你没关系，我就教训他。你教训他就等于教训我。你再这样，我们就分手。分手。其实男人和女人不就是那回事吗？滚！叶柔，我可是为了你好，不就是个烂警察吗？除了身体好有什么用啊？滚！你放手！我要你不要管我，听到没有？你放手啊！你要我跟你说多少遍？叶柔和张乐宇只是工作关系，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你何必呢？我要你放手。想喝酒是吗？我陪你喝。
我马上到。喂。喂。对不起。对不起。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。都2个星期了，手机永远不在服务区，座机又欠费。哥们儿，你帮我查一个人的住址，他叫肖诗。我没跟你开玩笑，肖邦的肖，诗情画意的诗，35岁左右。你现在就查，我电话不挂。小诗，开门。我知道你在里面。小诗。为什么不开门啊？思考呢。肖大编剧，请问你什么时候可以交稿？你们非要破门而入，把我的灵感给吹散在风中了。缪斯女神抛弃了我。你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，没灵感是吧？我把我们4个人的故事告诉你，你就写我们4个，不就是青春偶像剧吗？有这么难写吗？你说的这么简单，自己为什么不写？笑话，我会写，我花钱请你干嘛？少跟我提钱！你们这些有钱人，以为花2个钱就能给自己树碑立传？你那些破事儿，能叫戏吗？你知道什么叫戏吗？一群文艺青年，看2本外国小说，就觉得自己懂创作，对我指手画脚，把创作冲动当成了创作才华。我告诉你们，我提供给你们的每一个字都是我的灵魂体验。你们是在花钱买别人的灵魂，懂吗？想要灵魂，就得学会等，否则你们只能买到垃圾，明白吗？其实我觉得他讲的挺有道理的。哎，要不然写你自己的故事吧？给力，靠谱。我又不是专业的编剧，我怎么会写？再说了，我也没时间。创作的时候你不用来工作。你的工作我来顶。我看就这么定了。到底什么事？你非得来这里找我？我想跟你借个地方。你怎么了？我们的编剧罢工了，我要替他找点灵感。非得来派出所找灵感？在哪儿写我都坐不住，到你这儿来，有一个人能看着我。那你需要手铐吗？那你让我怎么写？那靠脚哎。好，抽你！你到底觉得怎么样啊？没有阅读快感，文笔是垃圾。但是故事我喜欢。这材料我拿走，你们很快会收到剧本。你别以为你弄出了这段垃圾，
就说明你懂戏了。其实你们的生活都是大粪，是垃圾，只有我们才能用这些垃圾养出美丽的花。我是大粪。喂，哎，我正在开会呢，一会儿给你打过来。嗯。我觉得这个电视剧在海南拍有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七七啊，我正忙呢，一会儿打给你。徐然，有时间吗？我约了人吃饭。可以先陪我去见一个服装师吗？喂，七七啊，今天晚上不能陪你吃饭了，我要陪冯路飞去见个服装师，下次吧。经纪公司拿了好多演员资料，一起看一下。喂，七七，我们在忙呢，晚一点让他打给你。好，走。唉，太过分了，电话也不接。那你刚刚在和谁说话？我打电话给徐然，是冯路飞接的。冯路飞怎么老缠着徐然啊？他们电视剧最近要开播了，所以有很多事情需要忙。哎，你可得小心他们俩死灰复燃啊！他根本就没有被点燃过。这两人天天在一起的，难保不日久生情。别胡说，我哪有胡说？我可是为你着想。人冯路飞跟他挺般配的，又是亲上加亲。哎，徐然是摩羯座，冯路飞是狮子座，这两个星座可是挺般配的。你怎么这么掰啊？又不是我说的，是网上说的。不信我给你看，哎，看。我不要看。狮子座和摩羯座都是很骚包的星座，只是狮子座是外放的骚，摩羯座是内放的骚。狮子座表面像一个花蝴蝶，应酬多，朋友也很多，但其实是很乖很深情的。摩羯座是看起来很乖，但是跟所有的朋友都很暧昧。哎呀，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准。我很多朋友都说很准的，信不信由你哦。电视台的客户名单。最近冯路飞的办公室都快成你的办公室了吗？你有没有觉得冯路飞是故意的？他好像总是拿工作来拴着我。他不是故意的，是下意识。你看啊，他现在孤单，所以不是骚扰我就是骚扰你。而且他努力想用工作来打发时间，所以下意识就想让你陪他多待会儿。这么说，他的下意识还挺可怕的。应该说是冯路飞的下意识很可怕，因为只有2个字：我要。哦不，是他要。这些是编剧发过来的剧本，还有一些场景表。我看了一下，有些场景是可以共用的，我们商量一下。我要下班了。你说什么？过6点了，我该下班了。今天得加班。
冯路飞，我需要休息，我们都需要休息。江东不休息，我们就不能休息。在比赛中，胜出对手的唯一法则，就是要对自己比对待对手更加残忍，把自己变成对手的噩梦。可是再这么下去，只会变成我们自己的噩梦。一个星期有168个小时，我有140个小时是待在这栋楼里的。除了工作，我还有自己的生活。现在我有女朋友了，这个星期她约了我5次，5次我都爽约了。今天我答应她了，一定会陪她吃晚饭的。是你主动找我要合作的，是你说要拿下青阳这个案子拍成电视剧，我爸不同意你加入，我力挺你。江东说这个电视剧拍不成，也是我努力挽回的。自从有这个案子，周末在我的词典里早就消失了。我的生活没有白天和晚上区别，因为我知道，要想成功，就必须要承受这些。你说的这些都没错，可我们毕竟是人，不是机器。徐然，对手是不会给我们时间的，我们不可以停下来。对不起，今天我不能陪你加班。唐琪琪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不要叫我，我现在这儿打不过去了。现在有时间听我说话了吗？我们继续玩。你能不能好好听我说话？好了，我答应你，以后多花点时间陪你，但不是陪你打游戏机啊。你根本就不知道我为什么生气。那你说？我不喜欢你跟一个比我漂亮、比我有钱、比我聪明的女人天天在一起。我就是有这么点小心眼。我看到她天天跟你在一起工作的时候，我总是怀疑你是不是选择错误了。你是不是应该跟冯路飞在一起才是正确的？他跟你在一起能帮你赚钱，可是我只能帮你做饭。我觉得我在你心里根本就不重要，我在你心里根本就没有位置。我真不知道你会这么想，琪琪，我喜欢的不是冯路飞那样的女强人。那你喜欢什么样的？我喜欢的是你这样的小朋友。什么小朋友啊？哦，是充满了斗志和正义感的小朋友。你看你，就算是来道歉都没有诚意，还充满着讽刺。刚才你说冯路飞在工作上能力比你强，我同意。但是你说她比你漂亮，我不觉得。饿不啊？要不要去宵夜？给你个面子。哎，一起去吃宵夜了？我不去啊，这边有很多游戏币，你们去吧。无懈可击，今天顺利开拍，感谢你的支持。进来。江总，俄罗多兹剧组刚刚传来消息，说今天已经顺利开机了。很好，徐然他们也是今天开机。他们也是今天？没错，不过我会提前1个月比他们先完成。你的意思是？我对于这支电视剧信心满满，因为它是全新的，而且是之前的广告形态上没有出现过的。这种东西，只有第一个才有价值，后来的都是跟风。我会很明确的跟徐然说，他的想法已经有人提前实现了，而我们 V 公司呢，是不能接受任何的山寨的，所以很抱歉，我不能帮他买单喽。那要是 V 公司不买单的话，
徐然就不光要失去青阳，还会损失一大笔钱。这样的话，冯路飞的公司就很有可能会倒闭哦。这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。我原本只是想要用青阳的电视剧来彻底击垮徐然的，可是如果现在冯修文出手帮自己的女儿，恐怕徐然受到的伤害会不如预期。徐然是不会接受冯秀文的帮助的，即使冯路飞的公司不会倒闭，他也不会再回去上班了。你又听说了什么？汤七七最近和徐然闹得很不开心。是因为冯路飞？是的，冯小姐最近把徐然缠得很紧，不光上班的时候一直在一起，下班了也是电话一个接着一个。你说，像汤七七那样的小女孩，哪见过那么厉害的女人？又会工作，又会赚钱，还会控制男人。哎，你那个小狗仔朋友，哪天要是光荣阵亡了，记得通知我，我好给他颁个花圈，辛苦他了。你是不是对汤七七特别失望？你恨他不够厉害，不能够马上搞定徐然，好让你和冯路飞在一起。徐然身边的果然都是好东西啊！就连一个助理都可以这么聪明，难怪我会想要拥有他身边的东西。不过你要记得，再怎么样，你都还是个助理。美女，可以请你喝杯酒吗？干什么呀？别让他喝了。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叫你别让他喝了。他是谁啊？你有病吧？他有病。有话一次性说清楚，别每次都在我办正事的时候出现。刚才那个男的，一看就知道开了一台双门跑车，车里面载了7、8个女人。你应该感谢我每次从天而降，避免你彻底人生悲剧。你可以说我公关做得不好，但绝对不能说我勾搭不专业。那你试着勾搭我看看，我很专业的。你看你，龙套不像龙套，主角不像主角。想学浪子还穿秋裤，想学情圣连小学语文都没及格，想学人家扮富二代，不好意思 ，ATM 机连50块钱以下都取不出来。我告诉你，你再这样我就不带你玩了。没想玩。好，太好了，我早就不想玩了。汤七七跟我说张大宇的事情，他说你找他是为了编剧。是啊，我堂堂公关系的小 S， 连找个编剧都要依靠前男友，我就这点本事。你不要生气了，好不好？冷战结束，早就结束了。我从不冷战，只分手。我可以接受分手，但我不能因为误会而分手。我们之间没有误会，你一切都已经知道，哪来什么误会？我误会你跟张大宇藕断丝连，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在意他？因为是他把你拽到我面前，你撞到派出所的门口是因为他，你每天泡在夜店里面也是因为他，你家里全部放满他的照片，你要我怎么想？魏警官，你把我想得太深情了。我跟张大宇就是最现实的一对关系，供求不对口嘛。就好比说，我想找有才华的，却总遇到没文化的；
想找真情的，却总遇到花心的；想找人谈场恋爱，总遇到逼婚的，就是这样。你不会说分手就分手，分手总有个过程，有冷战，有妥协，有谈判。我们才刚刚开始，你不能不遵守游戏规则。男女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游戏规则可言。你知道你跟我的差别在哪吗？我说分手就是分手，绝对没有那个时间去陪你演什么偶像剧。到了我这个年龄，就喜欢最直接的办法。我已经是败犬了，就不想再当女王了。好了，我现在要去好好的支配我剩下来的宝贵时间了。再见。你和徐然最近怎么样？你又听说什么了？我什么都没有听说，我只是坚持自己一贯的想法，你跟徐然是不会有结果的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跟他不是一种人，我们才是。我没觉得我们俩像啊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小时候住在一个很小的地方，当地有一个流氓，叫江德宝，长得其貌不扬，可是很多女人看到他都会脸红。有一次，他调戏了一个小学老师，搞得整个村子都非常讨厌他，有人拿棍棒追着他打，打得他浑身是伤，浑身是血。就有人问他，你根本就是个混蛋，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女人喜欢你呢？张德宝回答说：“因为我爱他们。”你应该已经猜到了吧？张德宝就是我爸。那个小学教师是你妈妈？我也可以当你的江德宝。我听见你心里转动想法的声音。你想说，你不过是个流氓的儿子，我是冯修文的女儿，至少是被他养大的。可是你错了。他们这种有钱人，永远只相信血缘是唯一关系的根本。徐然是冯修文的儿子，而你呢？你连自己亲生父母是谁都不知道。这是你亲生父母的资料，我帮你查过了。你的原名叫做罗慧娟，多么平凡，多么亲切的名字。我知道你现在心情一定很复杂，相信我，全世界只有我最了解你的感受，因为你是我的。把那瓶82年的拉菲给我拿过来。好的。这是名副其实的家宴啊！陆飞带了她的男朋友，徐然带了他的女朋友。这位姑娘挺喜庆的，
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汤七七，是7749的77。好听的名字啊，而且人如其名。哎，这个姑娘没有充分调整你那规律规整的生活吧？她不知道你喝酒的事情啊。哎，你在那嘀嘀咕咕什么呢？我们的桌上可没什么秘密啊。徐然，我记得这还是你第一次到家里来吧？也不是第一次。上次冯路飞带我来过，你不在。啊，是吗？那你搬回来住吧。我听说你还住在你下属的公寓里边，这个恐怕不太体面吧？没什么不体面的，住哪都一样。况且我一个人住惯了。哎，你就不要拒绝了，还是搬回来吧。有时候感受一下家庭的气氛，也是很不错的。啊，路飞在外边不是也有公寓吗？但是他一个星期也总得回来住2天。冯总，你今天把我们4个都叫来，不会仅仅是拉拉家常吧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还忘了重要的事情。今天让你们来，我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我要修改遗嘱。冯先生，这么私密的家事，我这个外人不方便在这里听吧？我先回避一下。不，既然路飞让你来，那一定有他的道理。我们家里也很少邀请外人来做客，既然受到邀请，那一定是有充足的理由。是这样的，之前遗嘱中财产的分配是路飞50%，徐然50%，现在改为把路飞增加到70%，剩下的30%给徐然。徐然，你没什么想法吧？你的财产怎么分配，那是你的事情。我本来就没打算要继承你的1分钱。为什么要修改遗嘱？你来说说为什么？我想是因为你觉得对自己的女儿有亏欠。你看看，他比你更懂我的。那你知道为什么我听到这个消息一点都不高兴的原因吗？我来说个故事，在晋朝时期呢，有一个叫石崇的人，他有一个弟弟，在他父亲过世之后呢，把所有的财产都给了他弟弟，他1分钱都没拿到。不过10年之后，他却成为了那个地方最富有的人。我想说的是，路飞一直觉得他就是石崇，可是冯先生，你却觉得徐然才是石崇，所以他不开心。爸，你看到了，他比你更懂我。如果没有其他事情，我先走了。我们走吧。行，我把你当作石崇，你觉得高兴吗？你不觉得很可笑吗？你知道我不会继承你的家产，所以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向我示好。可是你把冯路飞伤害了，情感不是用金钱来维系的。不过，我还是要谢谢你的好意。我们走吧。
疯了。某人在楼下已经孜孜不倦地唱了1个上午了。这到底是求领养、求同情还是求原谅啊？领养、同情、原谅，他一个都没份。搞不好能赚点钱是真的。我原来认为只有银行家才是最铁石心肠的混蛋，现在看看公关界也差不了多少。我们做公关的第一点就是铁石心肠，因为我们做的都是忽悠人的事。那我现在以我名片上的身份，要求你处理一下眼前这个公关危机。冯总，您太会开玩笑了，这个顶多算是扰民，跟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可是现在大家都看着，他在楼下祈求一个女人的爱情，面对一个这样又帅、又年轻、又会耍宝的可爱青年，这个女人完全不动心。这只会让路人对我们公司的女员工产生2种猜测：第一，公司女员工只爱有钱人；第二，公司女员工私生活不检点，勾搭人家小伙子，又无缘无故的抛弃了别人。我从来都相信，作为女人，经济上不独立，就谈不上精神上的独立。我平时挣的也不少，所以我根本不稀罕有钱人。像这种隔窗谈情表达爱意，在我这根本就没用。对于我这个年龄，这种做法就是浮云。当然了，刚才您说对公司形象有影响，这点我认，所以现在就出去把他打发走。我现在明白，为什么徐然那么依赖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从里到外都是一个职业狂人。这也是一种悲哀吧。我得马上就把他打发走，不然我就当不了职业狂人。照我，保护我，带我攀越最高的峰巅，也许天堂就在抚摸的。好了，不要吵了，你走吧。你在这会影响我工作的。我在你们公司门口唱歌，你们该干嘛就干嘛，应该不算妨碍吧？谢谢谢谢。好，那我就对不起了，我要叫保安。喂，哎，你这个人，带走。对不起，先生，请你离开这里。兄弟，我这么做，完全是想要挽回一个女人的真心跟原谅。你可以理解吗？哎，喂。爱我，从我们永恒的承诺。等一下，我先联系个信，但要后面说。有什么话在这边说就好。这么多人，换个安静的地方。好啊。来，哎，我们到底去哪？好地方，睡着。谢谢，谢谢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兄弟！加油。喂。哦。
对，我去的。怎么样？是被我感动了。这就是我的态度。以后只要我不上班，我就来。熊小姐，你还真是神出鬼没啊！我现在没心情跟你开玩笑，我有事情跟你说，上车。什么事啊？我要被调回美国了。哦，合纵联盟已经开始怀疑我了，我现在处境非常危险。你们一定要帮我，而且要尽快。你没资格跟我谈条件。我要你办的事情，你一件也没办好，我凭什么帮你啊？你居然让我差点被江东给弄死啊！你也已经拿走了笔记本。你们不能过河拆桥啊！熊家姐，这种事情对你来说应该不陌生，你不知道做过多少次啊？算你狠！游戏规则嘛，我只是按你出牌而已。你来这干嘛呀？来看你啊！听说你那帅哥每天来这里弹吉他给你听，你真是和我分了手之后一夜之间回到了解放前。哎，你嘴巴怎么就这么恶毒呢？就算我智商再低，背了那么多剧本，总会一点点吧。说吧，找我有什么正事？亲爱的，你真的永远那么聪明，我真是舍不得你。从你刚刚离开我那一刻开始，就说明你并不和我一样聪明。看来你这么舍不得，我就放心了。你要是听到我能跟你说的这件事，你就不会那么放心了。什么意思？我有朋友告诉我，有一个剧组跟你们拍同样的戏，也是洗发水广告植入，大概什么时候能拍完？最快要明年3月。那你就惨了。他们好像日夜赶工，2班人马轮流转。熊家姐出事了，据她的说法，好像是合纵联盟对她有所怀疑，要把她调回去。她还希望咱们帮她想办法。跟我当初预料的差不多。昨天马凯给我打电话，说我们公司的股票增发成功，要让合纵联盟上钩，靠的就是这个。所以现在绝对不能让熊家姐离开。那我先去稳住她，让她别自乱阵脚了。哎，你跟叶柔怎么样了？别提啊。他只是外表冷酷，其实人不错。我知道，我都抱着吉他在你们公司门口唱歌了。你说什么？我真的没办法了。这种招你都想得出来？我也是看电视学的。那有没有用啊？被浇了一头水，也好，是冷水。电话我应该如何跟他解释这个问题？有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我们要不就错中错，要不就负负得正。喂。
请进。你已经想歪了。我今天把他带来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，正事。一部和你们相同的电视剧正在拍摄。你可真是个讲故事的高手。我爸3点钟打电话给我，说你讲的故事是他近几年来听到最有意思的故事。我在意的是江德宝的故事，你还没有给我的江德宝打分数呢。这个就是我的分数。路飞，我真的很开心，我们能手握着手吃饭。可是我要说一件很煞风景的事。说来听听。我们都知道，得到一些什么，总得付出什么。我最不想看到的就是你最先付出。我之前是你的客户，你现在变成我的女朋友。当然，对我来说，这就像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一样。可是，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这么想。他们一定会觉得，因为我是你的女朋友，所以你才会把青阳交给我。我最怕他们这么想了。我最不想看见像这样的流言蜚语，不管是对你、对我，或者对公司，都不公平。所以我希望你跟青阳的关系能够离远一点。当然，这只是我的建议啦。不过，如果你有更好的解决方法，我们可以讨论。我觉得你说的没错，但是你知道，我的公司基本是靠青阳在维持。这个我知道，所以我是希望你跟青阳的关系能够保持一个距离，而不是划清界限。还有，我觉得青阳拍电视剧这个事情，你可以全部给徐然做啊。他对青阳很了解，我相信他一定会做得很好。这倒是个办法，对于徐然来说也是个好机会。好，我跟他谈谈。我想跟你说件事儿。我也有事情要跟你说。那你先说吧。我跟江东谈恋爱了，所以我希望青阳电视剧的制作由你全权负责。你谈恋爱我很高兴，可是对于江东这个人，我要保留自己的看法。你有时候对我真的很残忍。你不但对一个曾经爱过你的女人说你谈恋爱了，我很高兴，还婉转地批评了她的眼光。对不起，那我祝福你们。你刚刚说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啊？没有。我要跟你说件事情。什么事儿啊？冯路飞把青阳电视剧这个项目全权交给我来处理了。为什么？不会是因为我吧？冯路飞不是跟江东在谈恋爱吗？他为了避嫌，所以不能参加这个项目。等于说呢，现在在广告公司，我跟他负责不同的客户。听起来像是一件好事儿，权责分明。的确只是听起来还不错，其实我现在遇到了个大麻烦。有人告诉我，有一部创意和青阳一模一样的电视剧正在秘密的拍摄。我猜这件事情的幕后主使人就是江东。这2件事同时发生，这也太巧合了吧？更棘手的是，我们在明处，他们在暗处，他们想做什么，我完全都不知道。哎，或许可以通过网络的力量来搜集情报。怎么搜集？我可以在我的微博上
告诉大家我被人偷了一个剧本，而这个剧本现在已经被秘密的拍摄，希望广大知情人士可以提供线索，告知现在的拍摄情况，帮助我尽快找到这个人。这主意不错。我终于不是只会做饭的了。还好不是只会做饭。喂，我跟你约在万达广场的电影院门口。我告诉你，要是你今天不见我，我就搬着大音箱去你家楼下唱歌。啊，就这样了，不说了，拜拜。怎么样？后悔了？你小子说什么呢？教导员，我不知道是你，所以我莫名其妙。我现在在万达广场，这儿有紧急任务。啊！你赶紧过来协助维持现场秩序。万达广场。哦，我在附近，我马上过去。啊。什么嘛！各位顾客，紧急通知！因突发情况，请各位顾客在工作人员的疏导下，尽快从1号门或2号门离开。谢谢。这位小姐，来不及了，请从这边撤离好吗？先别打电话了，请从这边。你们别过来啊！过来我就再开枪呀！不许过来！哎，怎么多少歌都是现场声控制的，行吗？搞什么呀？其他同志先问一下。哎，同志，你不能进去。兄弟，自己人。好。哎，让路让路！我是仙林派出所民警韦笑，现在什么情况？哦，刚才在里面发现了一个手持自制武器的疑犯，我们现在需要疏散群众。啊，好。哎。电影院劫持了一名女性人质，现在登上了顶楼。哎，让开我们！往后靠，往后靠，往后靠。等一下，搞什么呀？哎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哎，不好意思。路上怎么了？路上怎么了？哎，救命啊！不许喊！哎，你看，哎，兄弟，上面有命令，谁也不许进去。上面是我女朋友。兄弟，就算真的是女朋友，你要保持冷静啊！指挥车就在那里，你去跟领导反映一下吧。啊，好，谢谢。报告，疑犯已经将店内的门锁上，我们是否采取强行突破？严厉待命，贸然行动会激怒缉持者，危险人质的安全。报告警长，狙击手正在对面的大厦寻找位置。目前疑犯的情绪比较激动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轻举妄动。记住，人质安全是第一位的。这么长的时间，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登上楼顶呢？有谁现在就可以上去？我可以。你？报告，我是仙林派出所民警韦笑，奉命前来支援。我可以爬上顶楼救人质。小伙子，你别开玩笑了，你只是一个普通的民警，
你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训练，我们是不可能让你上去的。我一直有练习攀岩、奥体、莲花公馆这些地方我都上去过，以我的技术上这个顶楼不是问题。小伙子，现在不是你出风头的时候。行，你别添乱了。下面的警察听好了，我给你们30分钟，不，15分钟，你们赶快把我的老婆给送过来，不然的话，我一枪就打死她，听见没有？上面是我女朋友，我不需要出风头。嫌犯一定想不到我会突然从他后面出现，这是目前解救人质最快的方法。我求你们相信我，没时间了。好，就让他试试吧。可是，多1分钟，人质就多1份危险。我们必须和时间赛跑。小伙子，这是疑犯的资料和楼顶的工程图，你看一看。好。微笑，带上这个，你可以随时有我们联系上。你和疑犯的一切对话，我们也都能听见。我们会在底下掩护你的，微笑同志，靠你了。妈，原谅我的不孝，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未来的儿媳妇。局长，刚才我们在嫌犯家发现了一些手枪零件，嫌犯持有的可能是自制手枪。真的？马上动作微笑。好。局长，我是协林所的教导员，我们所里有个叫微笑的小伙子来找您，他没给您添麻烦吧？那个小伙子，他上去了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他不过就是个片警，他上去干嘛呀？是啊，你冷静点。你不会是他女朋友吧？朋友。小易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这儿太危险了，快跟我走！快走啊！你没事就好。那个小伙子以为上面是你，发了疯似的，一定要上去。微笑，哎，小易，你干嘛呢？上去把他叫下来。你这不是给他添乱吗？来。长官，还有一件事，我想跟你汇报一下。什么？我认为我们有必要先确认嫌犯枪支的真假。你说什么？我曾经读过国外有这样的案例，我怀疑他想借用我们的手来一场轰轰烈烈的自杀。理由呢？第一，表面上看起来他在跟我们要价，但事实上谁都知道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根本不可能把他妻子找来，这不合逻辑。也许他目前的情绪比较紧张呢。有这个可能。第二，你不觉得他是故意把自己暴露在最空旷的地方？就算匪徒再没有常识，也不至于摆出一副希望别人朝他开枪的样子。还有其他的理由吗？还有，作为一个警察的直觉。直觉？现在时间已经到了，你们还没把他给带过来，我现在就一枪打死。等一下，你是谁？你从什么地方上来的？我叫微笑，我是一名片警，我没有恶意，我是来帮你。说什么呢？胡说什么？我们心平气和的说。别动！担心我一枪打死啊！我可是来真格的。我知道，但我得先提醒你，别站在那个位置，这么空旷，狙击手随时可以解决你。两边的门也都有特警在等着，只要一个信号，他们就冲进来，你哪里都逃不了。再过10分钟，
直升机就到了。你带着这个女人，你以为你走得了？他疯了吗？他怎么还提醒嫌疑犯？我有什么好怕的？我本来就想死，我现在可以先一枪打了他，然后再杀了你。我相信你一定可以，但我对你提出的交易，绝对让你更加有面子。交易？什么交易啊？用我换你手上的人质。别动！你当我是傻瓜呀？反正你已经捅了这么大的篓子，肯定上新闻的。万一你老婆看见了，你挟持一名警察，总比你挟持一名毫无反抗之力的女孩子更像男人。别动！反正我没有任何武器。还是你没有胆子玩大的？我没胆子，老子手上有枪，我有什么好怕的？你现在把手放在头上，你慢慢走过来，别乱动啊，否则我一枪打死他。微笑，你给我下来！你这个傻瓜，你下来！你们怎么也不阻止他呢？微笑，爷，易容，慢点儿，慢点儿。你慢慢过来，跟我走，你过来。下面的人看好了，小叶，你们刚才派来的警察在我的手里，现在赶快把我老婆弄过来，否则的话，我就杀了她。小叶，易容，你不要在这儿胡闹。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待我们的工作，但是今天小薇上去，绝对不就是为了你。我不管你和他是什么关系，但是我希望你学会尊重他，作为一个人民警察，站在第一线的荣誉。现在我们要做的，就是相信他，